这怎么可能？才不过3天的时间，这些种子蔬菜竟然成熟了，这简直就是神迹啊！现在该想办法把这些蔬菜利用上了。我这是穿越了。淑芬，要不把牛卖了吧？牛卖了？哎，那地咋办呢？儿子这病不能再拖了。可牛卖了，咱家往后靠啥？爸妈为了给我治病，竟然要把家里的牛卖了。妈，洋洋，你醒了，你可算醒了，老天保佑啊！感觉咋样？头还疼不？还烧不？没事了。好像退了点烧。哎呦，谢天谢地呀！那你好好歇着，有事喊妈啊。好。未来我都要在这里挣扎求生吗？不，爸妈对我这么好，我绝不能让他们再受这么多苦。可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这难道就是神秘空间？这水有什么奇特的效果吗？可是周围全是一望无际的水，难道这水有什么奇特的效果吗？好强烈的舒爽感，我的病好像全好了，意识也变得清晰了。神水，这水是宝贝，得试试能不能带出去。水，出来！有用，我身体好像变得更强了。水，出来！效果比第一次弱了些，看来不能无限喝，喝多了就没效果了。身体能进空间去吗？身体进。看来刚才是我的意识进入了空间，活物进不去。这么大的水域该怎么利用呢？养活鱼肯定不行。这么大的空间，边界在哪儿啊？土地能种东西，可种子从哪儿来啊？这里的水是神水，土地肯定也不一般。要是能利用好这里，解决家里的困境不是问题。明天我试试能不能把种子带入空间里。进入空间。果然，只要不是活物，就能收纳进空间。给我浇水。现在应该就等种子成熟了。哎，大哥你好了，我们都可担心你了。好了，没事儿，不用担心啊。好，我去喊二哥启程。不用，坐。李明儿，出来吃饭。好，来了。洋洋，哎，你感觉好些没？哦，没事了妈，我感觉烧已经退了，放心吧。啊，多亏了那神水，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。那就好。这顿饭在原主记忆里也是相当丰富了，没想到前世没经历过的家庭温暖，倒是在这里补上了。大妹、二妹，你俩把这个鸡蛋吃了，哥身体刚好，吃不下去。看我干啥？你大哥让你们吃就吃，还要我喂你们嘴里呀？吃了赶紧去上学。快吃吧，啊！老二，等会儿跟我去砍杂草，清块地出来。知道了吗？你吃了就在家休息。行。雨还没停透，别有病了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才不过3天的时间，这些种子蔬菜竟然成熟了，这简直就是神迹啊！现在该想办法把这些蔬菜利用上了。妈，啊，怎么了？你看啊，我这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，
我想去县城看看，我有个同学在县城上工。你这身子骨刚好，要不再歇2天？哎呀，你喝，我呀就是已经没事儿了，实在是不能再待了，再待下去身体都发霉了。你想去城里啊？你那同学在城里干什么？你去了又能干什么？他在县城里面当厨子，我想去看一看，如果合适的话，我跟他后面也学一学呗。爸妈，我是真的想过去看一看，我不想一辈子就在这山沟沟里待着。唉，你还年轻，守在山里刨食儿确实没啥大出息。既然你决定去了，那就去吧啊！好，城里不比家里，凡事多留个心眼儿，别让人骗了。明天让你爸送你去城里。哎呀妈，我都多大了，我认得路，不用送啊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多给他拿点干粮啊！哎呀，不用。李阳，哎，爸。拿着。哎呀，不用，爸，我手上还有些钱，坐车去城里够了。哎，拿着，家里不用担心，马上收粮食了，2个妹妹的学费还得再拖几天啊。我知道了，爸，我先去城里看看，等粮食收了的时候，我再回来。行，路上小心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新鲜的蔬菜啊！黄瓜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2毛钱一斤。看一看了啊！我就在这里开始我的人生第一步。都是新鲜的，我们自家种的。你要来1斤吗？给我出！哎，我这些菜饱满发亮，简直吊打外面的同行的普通蔬菜。哎，小伙子，哎，婶儿，你这菜怎么长得都比别人的好啊？莫不是你这打了农药水了吧？啊，这年头就有食品安全意识了。哎，婶儿，我这可都是自己家地里种的，用的全是农家肥，一点药水都没打。要不您尝尝，咋样？哎，确实不错，是吧？真甜呐，跟我在别人家买的就是不一样。那是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这就行了，用那神秘空间种出来的菜，果然不一般。小伙子，这都啥价呀？婶儿，我这些东西啊，可比别人家要贵啊。这个苹果呢，3毛钱一斤，西瓜2毛，然后这个玉米和这个豆角3毛5。小伙子，你这价格可不低啊！小伙子，你这可比别人贵快1毛一斤了。是啊，小伙子，你这1斤都多出1个鸡蛋了。各位大爷大妈、叔叔婶婶啊，我这可不是在地里随便种出来的，我这是首都的农科专家研究的新产品，不仅啊营养顶呱呱，吃了对人体特别好呢。空间出品，说是顶尖新品种，不算骗人吧？太好吃了，小伙子，是吧？哎呀，贵点我也认了。哎，看他这么着急选，难道真的很好吃？要不我们也尝尝？小伙子，看你这西瓜也不错啊。哎，我就说啊，您最有眼光，我这个西瓜可是全县独一份儿。来，大伙都尝尝鲜啊！来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来啊，来，尝一下啊。不错，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吧？不错哎。小伙子，给我来1个西瓜。行。然后我看这个苹果也不错，也给我来1点。行，没问题。小伙子，给我也来点苹果，行，多大的？好嘞。哎，我也要，给我来2个西瓜。好嘞。给我称这个，还有那个，快点赶时间。行，好嘞。哎，好嘞。小伙子，给我来个西瓜。不好意思啊，大爷，都卖完了，被他们抢光了都。
啊，这么快啊？是这样的，大爷，我呢家离这儿不远，要不我再挑一筐回来，你们等一下好吗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你快去快回，你这菜好吃啊，多久我们都愿意等你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啊，大伙稍等啊。哎。小伙子，你真的回来了？哎，大爷，给我来个西瓜。好嘞，哎，大伙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了啊！最新的首都农科新产品，水灵灵的啊！大家快来尝一尝，快来尝一尝啊！这西瓜真不错，给我来2个。哎，好，大家都别抢啊！排队啊！大家都有份都有份，都别抢啊！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哎，好嘞，大伙别慌啊！都有份啊！哎，好嘞！哎呀，好了，大伙散了吧，今天都买完了，好，明天再来啊！明天再来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去，这么快就全卖完了，居然有52块钱！照这样下去，只靠卖菜就能成万元户了。这第一步算是成功了，只靠这几种蔬菜还是太单一了，得想办法弄点别的种子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洋洋，这大中午的你怎么回来了？热坏了吧？是有点。哎呀，回来了。今天去城里咋样？人家收你做学徒了吗？挣大钱的事，现在还不能说，怕吓到他们，也怕说不清来源。还好，提前想好了说辞。啊，我今天去试了一下，人家说啊，愿意收我，而且人家老师傅说了，知道我们这几天要农忙。说等忙完这几天了，再过来上工。哎呦，那就好，洋洋啊，去了可要好好学，可不能偷懒耍滑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妈。哎，爸，咱今年啥时候收稻子啊？是不是和往年还一样？哎呦，完了！今年收稻子我是躲不过去了，累死我了，爸！哼，从明天开始，老规矩。哎。有了空间水，今年农忙我不仅能顶事儿，说不定还能帮全家轻松点。光靠种地确实难出头。哼，谁让你当初不好好念书啊？现在小的农民累了，晚了。哎呀妈，你就别让我去了呗。哼，你不吃上学的苦啊，就要吃生活的苦，跟着去。没错，妈说的对，谁让你当时不好好上课？哎。爸，这花生熟了吗？没呢。没熟你除什么？除了再除呗。熟了还用除啊？直接收了。收了就等收就得了，天天干这玩意儿真服了。爸，歇会儿吧，我来帮你弄。不累。哎呀，我来吧。不用。哎呀，哥，你不知道，刚才差点累死我了。你干啥了你？我忙半天了。来，尝尝这个。这农活真不是人干的。幸好有这神水顶着，不然真撑不住啊！来，尝一口。行。哥，这水甜滋滋的，你是不是往里面放糖了？我感觉浑身都有劲儿，浑身有劲儿。好了，都歇会儿，一会儿回家吃饭了。好。哎，那你先别吃了，你有劲儿，你再干会儿。不是，爸爸，你看他。这就是我的那2个妹妹。在原主的记忆中，大妹读书一直很刻苦，但成绩却上不去。爸妈，家里的农活也忙得差不多了。明天啊，我就去县城做工去了。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也找个工作呀？
你找啥工作呀？你现在就给我踏踏实实一门心思的读书，听到没？我就是怕考不好嘛，你就帮我看看呗，万一我考不上。考不上现在就退学，省下学费正好补贴家用，瞎琢磨这些没用的。大妹，听哥的劝啊，去县里面啊找个工作伺候人，累死累活的，就赚那么一点钱，没前途。只有好好读书，未来才有出息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大哥。你也是。还有你，李明，整天就知道偷懒耍滑，眼里面有点活。是，爸，我是查材料，您跟我妈最清楚了。等我哥在城里混好了，我马不停蹄的直接去找你。放心吧，早把路给你铺好了。嘿，谢谢哥。哎呀，行了，爸和妈就这些本事了，以后啊，就靠你们了。爸妈，放心吧，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冰糖葫芦，好吃的冰糖葫芦了。看看要点啥？给我来2斤玉米。好嘞，您拿啊。小伙子，你这菜看着可真俊，就是价格嘛有点高。大娘，我这个菜啊，吃起来营养又健康，您买回去啊，包您满意的。这苹果看着就挺好吃的，南瓜也不错，给我来一个南瓜2斤苹果。行，好嘞。大妈，买着啥新鲜菜了？看给您高兴的。买了点苹果。老板，你这豆角看上去不错，给我来2斤。好嘞，俩皮蛋，一盒对尖儿，我王炸。你咋能耍赖呢？不行，重新来啊！重新来！我就不信了，还打不过你俩。1张3， 1张2，要得起吗你们？这小伙子的菜真新鲜。就是。小师傅，这菜怎么卖？婶儿，我这些东西啊，全部都是首都农科院新品种，您看看这品相怎么样？走，看看去。哎呀，这菜真新鲜呢，我家孩子最喜欢吃了。这大葱不错，给我来2斤，看着就鲜亮。行，好嘞，你看看要点啥？这大葱和南瓜都不错，小兄弟，给我来2根大葱，1个南瓜。行，2个大葱是4毛，1个南瓜是8毛，来给你。好嘞。小兄弟，给我来个南瓜。苞米给我拿3个。行。哎呀，3个，这个，好嘞。还没给钱呢。给过了呀。那是他的。王姨，今天还要玉米吗？要。李婶，大葱，今天给您挑的全是嫩的。来，还和往常一样啊。好嘞。来，菜是真好啊，吃过1次以后我天天买。行，还是老样子啊。行，下次再来啊。好嘞。过1次后我天天买。忙活了1周，赚了750块，我现在也是持有巨款的人了。不过这2天买菜的人明显减少了，毕竟县城太小，购买力有限。或许闷声发大财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才是王道。是时候离开这里，去往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了。爸妈，回来了。洋洋，你咋这个时候回来呀？这还有这肉。你不是跟着师傅学手艺了吗？这才几天，你哪来的钱买肉？爸妈，我们那个老板人挺好的，知道我们家困难，特地给我介绍点零工，让我赚点辛苦钱。对了，妈，这钱您拿着，给大妹小妹交学费吧。这钱是你挣的，没干啥坏事吧？当然是我挣的了，爸。建国，咱儿子啥样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这从小到大啥时候说过谎？就是。对呀，爸，我哥打小就不会骗人，你知道的。行，钱我们先帮你攒着啊，留着以后娶媳妇儿。什么爱呀？
那个我还有钱，这个钱啊，我娶媳妇儿我自己攒。反正我在老板那上工也用不着什么钱。哎，你们就安心的用这个钱就行了啊。你妹妹他们学费加上几笔外债，家里确实没钱了。等去了宜城卖菜，下一次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。今天也算帮家里改善生活了。等去了宜城卖菜，下一次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。今天也算帮家里改善生活了。哎，别愣着了，把菜拿进去。爸妈，今天啊，我们4个给你们俩做饭啊，你们歇着吧。快，来，把菜拿进去。二妹生火，大妹做饭，走。没事儿。我哥呢？他已经走了吗？一大清早就走了。哎呦，兰兰啊，你的学费你大哥给交了，以后要记得你大哥的好。知道了，爸。赶紧写作业吧。这新兴商场人流量就是大，挨着农贸市场，位置真不错呀。哎，小同志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门面的事情啊。想租房子呀？啊，来，走。我叫李阳，您怎么称呼呀？这门面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我呀叫李远方，这门面啊总共上下2层，加一起啊有100平，租金呢1个月120，但至少预租1年啊。可以，这个店面每个方面都符合我的预期。是这样啊，您看这个房价能不能给一些优惠？毕竟我就是个刚起步的小本生意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点方便，那就租金半年一付。半年要720块，如果拿出了，手头就会变得很紧张。但这铺子实在不错，很有潜力，不能错过机会。行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好。这个呢是租赁合同，等会儿钥匙我拿给你。哎，同志，这房子我都已经挪好了，你随时可以用。行，对了，李同志，你有没有认识的装修师啊？那太巧了，这附近啊有一个铺子正在装修，我就把师傅给您叫过来，你问一下。行，那感谢了。好，等一下啊。你好你好。是这样的啊，我刚把这个地方租下来，想要装修一下，只有一个要求，要快，价格不是问题。没问题，包你满意。行，师傅您辛苦。店面开装了，这段时间不能闲着，白天收整店面精装修，晚上的继续去卖菜，筹备资金，还得抽空买些蔬菜什么的。万事开头忙啊，最好能赶紧招2个搭把手的。大伙快来看一下啊！新业开店，御厨卫房啊，开业8折，清汤面5毛，臊子面8毛。这新开的店之前也没见过，你这价格比别的面的价格贵那么多，还御厨秘方，就吹吧，这价格跟抢钱一样。哟，小老板，开业大吉啊！就是你的价格呀，够御厨的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，快请坐。您看您吃点什么？来碗清汤面。好嘞，稍等啊。来喽，来，您慢用啊。太鲜了，这汤，老板太好吃了。您吃的开心就行。妹子，这面有那么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我们也尝尝。老板，来2碗肉臊面尝尝。好嘞，2碗肉臊面是吧？好嘞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就来啊。好。看
看他们点的都是面，看起来肯定很好吃的样子。我也觉得。老板，来2碗臊子面。哎，来了。2碗臊子面。2碗臊子面是吧？对。好嘞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啊。老板。哎，1碗清汤面，2碗肉臊子面。好嘞，您先坐，稍等一下啊，稍等稍等。真好吃啊！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啊！哎呀，来碗清汤面。好嘞好嘞。好。哎，稍等，还差一个啊。哎，我来给您收一下。哎。哎，来了，这是您的，慢用啊。哎，哼，一个毛头小子，竟敢跟我抢生意！开店才1手，赚的钱比我卖1个月菜赚的还多。刘婶儿、王姨，哎，来一下。哎，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，这个是给你们的奖金，1人5块。哎呦，哎呀，李老板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是啊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呀，应该的，这段时间比较辛苦，都是靠你们撑着。行，那我们干活去了。谢谢老板。去吧去吧啊。该找个时间把弟弟也叫过来，帮忙分担一点了。不过要想好一个合适的理由。今天来店里的人更多了，靠我一个人早晚得累死。啊，对了，我可以把李明接到城里搭把手，我现在也算站稳脚跟了啊。老板，跟您说个事儿。啊，怎么了？刚才隔壁的王记早点铺的王老板找我，他说要给我钱买您这汤底的方子。老板您放心，我拒绝他了，这种缺德事我干不出来。原来是他啊！今天有检察员上门检查，估计也是他背地里使坏。老板，邻里说他心眼小，我们要提防着他呀。这件事绝不会这么轻易结束。王大姐，你先去忙吧。好嘞。明天休息1天，正好回去把李明接过来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哥。洋洋，你咋这个时候回来了？是遇到啥事儿了吗？我能有啥事儿？当然是好事儿了。哥，你回来了。哎，爸，我这次去啊，可太幸运了。我先是花1个月，认认真真的把师傅的手艺给学会了。然后呢，老板家突然有急事儿，把铺子低价转让给我了。哦，对了，妈，哎，这100块钱你先拿着用。哎，1个月就学成了，生意还这么火热。一个城里的铺子，你们老板说转让就转让。爸，这是怀疑，这几个问题都问得很刁钻呀。爸，这个老板啊，觉得我特别靠谱，特别看好我，觉得我能干，所以啊，就转给我了嘛。就你看，再说了，我这不是忙不过来了吗？回来就要人来了，所以啊，就转给我了嘛。就你看，再说了，我这不是忙不过来了吗？回来就要人来了。老弟啊，你愿不愿意跟哥到城里去，给哥搭把手啊？哥，只要你带我去城里，让我干啥都行。行，这样，现在农闲，我可以跟你弟弟一块去城里跟你帮忙。爸这是不信任我，所以去城里亲眼看看。不过也好，看了之后就放心了。那太好了呀！哦，大妹、二妹，等哥彻底稳定下来了，就把你们接过去。到时候城里啊，是看病也方便，买东西也方便，干啥都方便。好，我去给你们收拾出发的行李啊！哎，行，走走走。哎，辛苦了啊，妈。妈，我来帮你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我们店了，史为天。哎呀，这整个面馆都是你的呀？当然了。哦，
对了，爸，小弟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刚好尝尝我的手艺啊！你们先坐，我去给你们下面去啊。爸，这真好啊！啊，面来喽！爸，小弟，你们赶快尝一尝。这真的是我的儿子做的，1个月的时间学得这么好，难怪人家老板愿意收他做徒弟。哇，哥，这面闻着也太香了吧！现在就等着看看明天的生意有没有那么火热了。哎，臭小子，快醒醒，给你哥帮忙去！知道了吧？一个方向，顺时针。哎，别动，关键是酵母。酵母？对，这是我的老面，来点酵母。哦，好，用这个发酵。哎，少量多次啊。加3次水。好，哎，顺时针。再来。哎呦，儿子近期没少受苦啊。对啊，快成型了，哥。行，然后差不多把它聚拢。哎，不行，放下。再来点水。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们来2碗清汤面。清汤面是吧？好嘞，对，你坐，稍等啊。李明，清汤面2碗。老板，2份清汤面。来，您的面。来1碗肉丝面，再加1份啊。好，肉丝面是吧？哎，好嘞。5毛钱1碗的素面，8毛钱1碗的肉面，这么贵还这么多人吃，这些人是疯了吗？来啦，您的面。来1碗清汤面。哎，您吃好了啊？老板结账。爸，别愣着收钱呢。我找你2毛，慢走啊。老板结账。哎，好，2碗素面1块钱。哎，好嘞，您慢走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哥，这一顿饭都这么多人，活儿都干不完，我太累了。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洋洋，上午赚了多少钱啊？一共是327块。327块啊！爸，这比咱们种地1年挣的都多。除去食材成本和店面日常开销，差不多能赚200块。一顿饭挣200块，1年就是7000多块啊，哥。哎呀，爸，您现在放心了吧？哎呦，行，我放心。这样，让你弟留下来跟着你干，这小子回家也是闲着。放心。哎呀，家里还有3个女人，我放心不下。啊，这样，要是你忙不过来，我回去把你妈接过来，一起帮忙也行啊。爸，等我这边理顺啊，你和妈都过来，咱家那几亩地才挣几个钱？就是爸，咱家那些地1年就挣200多，还不顶我哥1天挣得多呢。这是我李建国的儿子，这是我李家的主，这破天富贵是真的，儿子的本事也是真的。我先考虑考虑，这个地呀，不能丢，咱们得留条后路。儿子，这样，我先回去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妈，你在这儿老老实实跟着你哥好好干，别偷懒儿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。行，放心吧，爸。哎，你慢点啊，爸。慢点啊，爸。累死我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您这里招人吗？
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您这里招人吗？招。你会做点什么？我叫刘军，以前在食堂做白案的，早点、面包、糕点都会做。哦，那我确实有工作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？老板，你说。你呢，来我这儿上班，但是呢，我不给你工资，不但不给你工资，你呀还得给我钱。这个年代，大家还没有加盟的概念吧？哥怕不是疯了吧？招人干活不给工资，还要别人倒贴钱，哪有这种道理？那你觉得我这个店生意怎么样？好，太好了！早上那长队，我排过。那你觉得我把我的方子拿给你用，到时候你可以开个店啊。当然，你可以选择不在我这附近开，去城南或者城西那边开。你觉得到时候生意如何？我考虑一下，尽快给您答复。行，那你考虑好了跟我说啊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行。哥，你咋想的？好，谢谢老板。行。哥，你咋想的？方子可是咱家的摇钱树，咱靠方子挣钱的。你把方子给了这小子，咱们怎么办呀？小弟，把目光放长远一点儿啊！你看似咱们亏了，实则啊，咱们是赚了。赚了？我想不通啊。小老弟，你想想，如果我们的店在城南和城东开，我们的招牌是不是在全县甚至全省都出名了？到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家店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的店不就没人来吃了吗？那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需要累死累活的去干活吗？我们有这么多家店，随便卖料包就好了呀。到时候啊，一天能挣个10万，甚至几十万都有可能。卖料包挣个10万、几十万？你呀，等着看吧。现在该想想料包包装的问题了。汤底料都源自我的空间意念调配好的，以后要卖给别人，至少要解决包装问题。要不我再开个小工厂，专门生产料包。雷老板，雷老板，来了，兄弟。雷老板，我干，家里人都支持。行，那咱们今天就开始。一会儿啊，你负责拉面、煮面。好。吃饭了吗？还没。那坐，我先给你盛碗面，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干活。好，行，坐啊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好。老板，3份清汤面。好嘞，就要3份清汤面是吧？对。别的还需要吗？不用。行，马上给您上面啊。你听说了吗？旁边那个王胖子非常不卫生。真的假的呀？前几天有个人在他家吃饭，结果吃的上吐下泻，去医院都住了好几天，挺吓人的。有那么严重？兄弟，哪位老哥那么倒霉啊？好像叫什么张志刚。哦，行，稍等啊，面马上来。好嘞。前几天已经写过信，让爸妈来城里住了，不能让一家人都挤在面馆2楼啊。大爷，问您个事儿啊，这附近有租房子的吗？要大一点的那种。这不是门口开面馆的那个小李老板吗？哎呀，那生意真好啊！我天天看着都排队呢。正好，我这儿有院子，你跟我来看看。行。小李老板呐，你看咋样？1个月15块钱，押1付3。我看不错。大爷啊，这个院子我要了。刚好。好，60，那我收了啊。行，大爷以后啊来我们家面馆吃饭，给你打8折。嘿呀，小李老板说话就是敞亮啊，真不愧是生意人呐啊！大妹小妹以后要是也接到城里，转学的事可是个难题。这大爷看起来像有门路的人。大爷，怎么还有事儿？大爷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您看啊，我现在这个生意啊也做起来了，想着把家里人接过来一块儿住。可是呢，我乡下有2个妹妹还在上学，这突然给接到城里来了吧，
这个上学，你看怎么办呀？啊，这个嘛，这城里的名额都可紧俏啊。哦，是这样的啊，我也不是一个不懂事的人，谁能把我妹妹转过来，打点这一块我都能办。哎呀，小李老板，真的不是我不想帮你啊，这是难呐。打点这一块我都能办。哎呀，小李老板，真的不是我不想帮你啊，这是难呐。啊，是，确实，转学这个事儿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哎呀，大爷，您看我这个面馆生意怎么样？哎呦，那还用说吗？火爆的很呐，这一天不少赚钱吧？我在想，要不我把配方给您，你也开一个。哎呀，这自然是好事啊。这不过这开面馆跟孩子上学，这八竿子打不着啊。哎呀，实话跟您说吧，啊，谁要是能把我妹妹转到县里来上学，那就是我恩人，我免费让她用我的招牌，那你说对不对？只要她能把店开起来，那就是躺着赚钱。哎呀，哈哈，小李老板，你人才呀！哎呀，真是巧了，正好转学这事儿啊，我有门路。哎呀，哈哈，小李老板，你人才呀！哎呀，真是巧了，正好转学这事儿啊，我有门路啊，包在我身上。真的？哎呀，太感谢您了！举手之劳的事儿。哎，我叫刘玉坤。哎，那个小李老板，那个开面馆的事儿啊，你仔细跟我说说啊。好，您看这样行吧？啊，面馆不收您1分钱的加盟费，然后我让你免费使用招牌，料包的供应我长期给您8折。小李老板，放心吧，转学那事儿啊，我2天就能给你准信儿。得嘞，谢谢您。被封了，真活该。这家店卫生一直都不行，昨天还有人闹事儿呢。我听说以前有人在里面看见老鼠跟蟑螂在面粉袋子上跑呢。多亏了那个叫张志刚的，人家写了好几封举报信，上面才知道。这下王胖子不知道得赔多少钱才能了事儿喽。一切事都办妥了，该回村一趟了，把爸妈和妹妹都接过来。这面确实好吃呀。对，弟弟开窍了，这是看上人家妹子了呀。哼！哎，哥，哎，你过来。哥，哎，你好，李老板。哎，你好，我叫张琴。啊，您这面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单调。哈，你说的对，我也想丰富一下，可是好东西不好弄啊。这我可以帮上你的忙。巧了，我有个亲戚啊，恰好在肉联厂上班，弄点牛肉、羊肉肯定没问题。这我可以帮上你的忙。巧了，我有个亲戚啊，恰好在肉联厂上班，弄点牛肉、羊肉肯定没问题。那感情好啊，只要有稳定的货源，那当然是最好了。那行，过2天我再来找你。行，那你慢走啊。行。哎，哥，张晴这姑娘真不赖呀，又白，头发又长，要不你俩处个对象呗？哎呀，我还以为你开窍了，没想到你这都给我来的呀。哼，你知道人家姑娘家里什么条件，能看上我们这种农村出来的开面馆的个体户吗？行了，别替我瞎琢磨了啊。我说今天啊，我就把爸妈接过来，顺利的话晚上就能到。爸妈、大妹、二妹都来啊？行，你放心去，我保证把面馆给你经营的明明白白的。好，我去了。行。杨子呀，要把我们全部接到城里去。哎呦，大孙子回来了。爷，二爷，大伯啊，坐。哎，我听你爸说你在城里开面馆呢。对，爷啊，其实啊，
我这次回来就是把我爸我妈接到县城里面享清福去。爸，您也放心，大妹二妹的转学我都办好了，就在市一小和市二中。哎，好。一小二中？对，这可是宜城最好的学校呀。杨子你也太厉害了。嗨，爸，到时候您过去主要负责帮我收钱，让妈在家照顾大妹和小妹。我在县城还租了一个院子，还特别宽敞。宽敞啊！这孙子出息了啊！是啊，建国呀，这个既然杨子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和淑芬跟着去也是好的啊。是，杨子，有些话我还是要提一下。您说。你在外边发达了，那是你的本事，往后你要尽自己所能多照应你这些叔伯兄弟。不过这事不强求。这80年代做生意和后世不同，背后要是没人撑腰，别人说动你就动你，而且还没人知道。爷爷这是在点我或许我这些长辈亲戚就是我最坚实的后盾。爷，您放心，我正打算让大伯和小叔跟我一块儿弄呢。我正打算让大伯和小叔跟我一块儿弄呢。好，杨子，你的意思我们可以加盟你的店面，然后每个月从你那里进料包？当然，而且加盟费1分不收，料包全部给你们成本价。好太好了，杨子有出息了，还不挖咱们这些祖家老爷们儿。你说加盟店里这个事儿，二爷办了。杨子，大伯家里的情况呢比较困难，这个手里的钱呢有点凑不出来开店的钱。大伯，这个事儿呢我也琢磨过了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我呢先出1半的钱帮你们先垫上，然后前1个月的料包我1分钱不收，等你们收到钱以后，每个月拿出10%的收入还给我就可以了。等你们收到钱以后，每个月拿出10%的收入还给我就可以了。好，杨子，你这娃绝对是有情有义有担当。杨子这娃脑子就是活络啊！杨子，大伯以后和你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以后有谁敢动你，大伯第一个不愿意。好。副院爷，李阳，你说的那个是啥？加盟这个事儿听着挺新鲜，这事儿能成吗？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！城里钱真的有那么好赚？那么多钱，万一赔了咋整啊？副院爷，我不大懂您啥意思啊？这万一亏损了，族里人要抱怨，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叔公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想吃肉哪能怕挨打？对不对？你这想过发财的日子，连点风险都不担，咋可能呢？现在杨子给咱指了一条明路，你连伸手的胆子都没有，这不活该穷一辈子吗？你连伸手都不敢，这不活该穷一辈子？对呀，杨子是想让大家伙拧成一股绳，一起过个好日子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杨子现在生意有多火爆，他一上午就赚了200块。什么？200块？他一上午赚人家1个月的钱啊！真的假的，建国？那就是，建国可是亲眼看见的，一上午建国就收了好几百。可这小子才多大啊？杨子，要这事儿真能成啊，婶儿第一个报名。婶儿，你要做，我大力支持。行。杨子，我们2口都想干。我们2口都想干。行，说，这个呢，我刚好写了一份协议啊，你们要是想加盟的话，在上面签上名字就行。好，李阳啊，爷，你既然有带着大家伙奔好日子的心也有这个能力，这个事儿就由你来定。可丑话说在前头这个事儿全凭自愿，只要做了决定跟着李阳干的，那就得老老实实守着他定下的规矩。这投资太多钱了，风险也大，
反正我就想做个小本买卖，安安稳稳的。哼，开个馆子能赚大钱，运气罢了。一帮人还跟着胡闹，等着你们灰溜溜回来那天。大家的选择都不同啊，这未来我李家谁也说不准会变成什么样喽。哥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听爸说他在城里的生意做得可好了。唉，不知道新学校是什么样的，他们课程和我们一样吗？哥肯定知道，一会儿问问哥吧。哎呀，爸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啊，过几天还回呢。这次去城里啊，带你吃大餐，我陪你好好喝2杯。是啊，这儿子有出息了，咱该高兴啊！走吧，快！哎，走啊，妹妹，快进！这就是咱以后在城里的家呀，这屋子可真宽敞。妈，这就是简单弄了一下，这只是暂时的，以后啊，我们去更大、更宽敞的。哎，来，快坐，您别站着了，来，爸。妈，别忙活了，先过来喝口水来，一会儿再收啊。哎，爸妈，我们这也刚过来，弟弟还不知道呢。我们一会儿先去店里跟小弟说一声，顺便吃个午饭。行，先去吃饭，确实饿了。哥，我想吃你做的面，听爸说你做的可好吃了。没问题，一会儿就让你尝尝大哥的手艺。到了。别睡了。是啥？看看谁来了。大哥。呀，爸妈、小妹、二妹，你们咋来了？哥，你都不知道你这几天不在，我忙成啥样了？你看我这一身。哎呀，别埋怨了，都饿着肚子呢，快露一手去。之前吃了你大哥做的，味道确实不赖，今天尝尝你的。行，今天就让你们尝尝二老板的手艺。你们快坐，我去忙。快点啊！来了，面来了。王姐辛苦了。嘿，来，大妹、小妹，谢谢二哥。来吃。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面就是二哥的手艺吗？当然了，不是二哥哥做的，是大哥哥做的。还是大妹懂。这味道，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香的面，神仙吃的也就这样了吧。说过你还不信，是不是比你做的好吃？吃吧，这面啊，管够。老板，来碗清汤面。哎，好嘞，坐哥。妈，开始了，中午开始了。什么开始了？午饭开始了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哥哥姐姐，来，请坐。没事。吃什么？你们吃你们的，你们在这吃。哎，来，我也去忙了。坐。来，好。这生意也太火了吧！这该有多少人啊！老板，来碗牛肉面。这建国啊，你赶紧去帮老大收钱。哦。李红、李兰，你俩看有啥你能帮哥哥的没？坐，吃点啥？2碗肉臊面。肉臊面啊，来碗清汤。来，里面请。哎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买单。哎，来了。老板给钱。哎，好嘞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慢走啊，慢点啊，哥。下次再来。好，再见，哥。哎呀，爸妈，你们现在知道我每天有多累了吧？哎呀，大妹、二妹，过来捶捶腿。他俩不累啊？哎，哥，我今天大功臣，我就觉得凭什么我们帮你捶腿？是比我想象中火爆啊！老二，这可是锻炼你的机会。你看你现在不知道勤快了多少的。爸妈，你们也歇一会儿啊。等一会儿啊，我们就出去买日用品，我们再休整一天。后天我把大妹、二妹送到学校去。谢谢大哥。好。你好，老师。你好。
我没过来办转学，这个是介绍信，您看一下。我没过来办转学，这个是介绍信。好嘞。哦，李兰啊。哎，对。老刘给我说了，这孩子可伶俐了。走，我带你办手续。哎，谢谢您老师。我妹刚从乡下转过来，您啊多照顾照顾。放心吧，包到我身上。以后啊，我会把她交给优秀的老师去带。以后我们会多关注的。谢谢啊，说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大点声。老师好。看孩子多乖啊！走，咱们办手续去。跟老师去啊，听老师话啊。老师，这是介绍信。这就是李红了是吧？哎，对，老师，我妹妹啊是刚从乡下转过来，您多照顾一下。放心吧，老刘跟我打过招呼了。哎，李红，这就是你以后上学的地方，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可以找这位老师，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啊。知道了，大哥。走，我带你进去。好好学啊。知道了。哎，妈，你有没有发现大妹好像对漂亮衣服特别感兴趣？这有啥？这姑娘家不都爱美？我是觉得大妹有点偏执。有一次啊，我记得她站在电影院门口站了好久，就为了看那个漂亮海报。这可能是觉得新奇吧，这也没啥。你呀，就是想的事情太多了。也有可能是我多虑了。哎，大伯，哎，建业来了，哎，坐。婶儿，你坐。你们咋来了？杨子，不是开店的事儿吗？就想让你堂哥给你打个下手，让你帮衬一下。就让阿伟跟你学一个手艺，你看行不？哎呀，没问题，多大的事儿！到时候啊，我把面馆2楼给打扫出来，堂哥你就住在上面，跟我学完事儿了。好，太感谢你了，杨子。阿伟，一定好好跟着杨子好好学。哎呀，放心吧，爸。哎，杨子，那以后多麻烦你了。哎呀，这都是一家人，客气啥呢？这是。咋了，大伯？这还有啥事儿啊？也没什么，我最近不是在汽车站那儿物色了一个好的店面吗？也准备开始装修了。汽车站附近，我自己也曾在汽车站找过铺面，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大伯居然能找到，不知道是走了谁的门路。到时候就可能需要你杨子多帮衬一下了。哎呀，小事儿，到时候你跟我说就完事儿了。大伯，我随叫随到。我这边装修还有点急事儿，我就是先走了。阿伟，你就跟着杨子多学学。放心吧，爸。你留下来吃点饭呢。别急，下次我请。啊，阿伟，好好跟着杨子学。好，先过去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大伯。我回来了。咋了这是？这么高兴啊？去，给哥拿双筷子。爸妈，哥，咱们门口回来3条街，不是有一个20医院吗？20医院正门口对面有一个小门面，现在在出租。咱们如果把这个小门面拿下，开面馆，你说以医院的这个人流量，咱们销售额不得翻个多少倍啊？是不是？好呀，这么好的店儿，我明天一早就跟你过去看看。行，妈，明天早上早点叫我俩。这块儿要是被人抢了，我3天吃不下饭。哎呀，好。哎呦，吃。老板，你有个门面要出租是吧？是要出租，虽然这店面有点小，但位置绝佳，就是有点贵，你们付得起吗？您说多少钱？每月90，押1付3。成交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把租房协议拿出来。哥，这么贵，咱们杀价呀。这个店位置好，要是被其他商贩看上了，吵来吵去就不是这个价了。哎，好了，来。哎呀，小老板啊，你别说，我这位置挺好的，你肯定能赚钱的。今天啊，我就把这清理出来，明天你们就能用了。好，哎，走，弟弟，跟我去找装修师傅。走，先走了啊。你们慢走啊，慢走。谢谢啊。哎，好。朱师傅，哟，
今天又得麻烦您了。李老板，我可听说了啊，你的面馆最近生意火爆了。哎呀，那都是托您的福啊！哎，今天来啊，还是得找您办个事儿，还是装修面馆啊。要求咱就一个，要速度快，钱不是问题。要求咱就一个，要速度快，钱不是问题。放心吧，李老板，这事儿啊我熟，保证给你办的敞亮。行，朱师傅，这个咱以后合作的机会肯定是少不了了。这样，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，我方便联系你。李老板，您就瞧好吧，我会花12分的心，把这事儿啊给您办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好，那好，行，那您就等我联系你啊。哎，好，走了。面来喽！来，姐，一小碗。哟，晴姐，你来了？哎，对啊，我来找你哥。行，哥，晴姐找你，你们找地儿坐。好。张姐，你来了。李老板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叔张飞，在肉联厂工作。哎，你好，张师傅。你好，李老板。我看你这店里这么多客人，每天都这样吗？嗨，您每早上来，早上吃面的人更多。看来李老板果然是年轻有为。哎，是这样，我这次来呢，想谈一下合作。我听张晴说呀，咱们需要肉类供应，所以说我就来了。您那儿猪肉、牛肉还有羊肉，就是货源稳定吗？放心，这个管够。只不过这价格只略微比市场价只低了一点点。你看，长期稳定的供应链渠道，可比节省那几分钱重要。行，没问题。那行，那咱谈一下具体的合作细节吧。行，来，猪肉298，这个就是，行，那就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对，哎，张叔，这样吧，晚上你就别走了，留这儿吃个饭，我来请客。哎，不，我厂子里有点事儿，咱们下次好吧？行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行，那我跟叔先走了。行，我送你来。行，慢走啊。稳定的肉源终于解决了，现在面馆的产品线一下能增加不少。哎，小李老板，刘大爷，您来了。好消息啊！啊，我那店已经全部装修好了，这么快啊！而且家伙事儿啊也全都办齐了，随时都能开张。走，那我跟您去看看。走。这刘玉坤不愧是老干部下来的，这效率和选址眼光都非常人所及啊。这位置可真好啊，周围围了3所学校。刘大爷，您眼光也太好了吧？这不算什么。哎，小李老板，你看看还有啥需要改进的没？没了。刘大爷，您是想问我料包什么时候给您送过来吧？嘿呀，小李老板就是爽快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天就是来找你拿料包的。少量的料包我直接在空间里配好就行了，可后面料包供应需求大了呢，办工厂这事儿也要加紧提上日程了。刘大爷，您放心吧，明天就把料包给您安排了。好嘞。哎呀，这位置是真不错呀。这附近的厂房都太破旧了，这个还算好的。喂，干嘛的呀？哎，你好，我想租下这里。租这地方？哎，对。你租得起吗？要不您开个价，我应该能租得起。就你？行，3000块1个月。这个价格比市面上价格翻了好几倍，这个王老板压根都不想跟我谈啊。老板，我是诚心想租，您别和我开玩笑啊。哎呦，爱租不租。行，那我再考虑考虑。刘大爷，晒太阳呢？啊，哎呀，
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是有个小事儿，想请您帮一下忙。我本来想着租下高阳区那家食品加工厂，结果过去人根本不跟我谈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。我知道这个厂。啊？你有办法？等我回家去打个电话，你再跟那姓王的胖子谈，他保管不会再跟你耍滑头。哎呦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您了！哎呀，跟我还客气啥？忙你正事儿去吧。行。哎，小李老板，我还等着你那料包呢。嗨，没忘，放心吧啊！去忙吧。走啦，大爷。哎呦，没想到小李老板如此的年轻有为啊！没有，王老板，我是诚心实意跟你谈合作的。你看这个价格价格好说。哎，咱按市场价走。行，那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了。哎，好。啊，哎，好。好，王老板，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。那我先走了。走吧。哥，这位啊，是咱们乡下福远爷的孙子。听说咱们现在不是帮亲戚在这里开面店吗？特地从乡下跑来投奔咱们的。您好，我是李文。哦，李文是吧？我之前在家里听过你，听说你上过高中，是个文化人。我是读过几年书，但是现在混得很差劲。看你这掌纹里面没有油渍，虎口没有茧子，以前没颠过勺吧？要不你别去开店面了。我什么都可以学的，我很勤快的。哎呀，别紧张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不要做总经理？总经理？对。可是我也就读书识字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只要会识字，懂算术就好了。剩下不懂的，我们来教你。行，那你交给我吧，反正我也不想干厨子。行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我还有点事儿要办，你们啊，别等我吃饭了，好吧？行哥，好。哎，感谢。走。以后一家人都要在宜城扎根了，生意也会越做越大。人脉这东西还是要用心经营起来啊。刘叔来了啊！哈！走！来，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啊，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李阳，石威天的老板。这位啊，张志天，他爸爸就是帮你妹妹办过转学手续的那位张主任。哦，张哥好，上次感谢你父亲了，实在感谢。应该的。哎，这位是杨成。杨哥你好。这位是周军。哎，周哥。哎，你好。刘叔，这次您儿子怎么没来啊？啊，忙。人家儿子什么身份啊？忙得不行，怎么会有空天天和咱们吃饭啊？那倒也是，理解。凉是吧？我可是听刘叔说了，你那个面馆一天流水可不得了啊。对，刘叔，我看那个店啊，不过开着几天，那流水啊，哗哗的，比我们辛辛苦苦跑那点业务强太多了。几位哥哥过奖了，我那个都是小本买卖，混口饭吃。林老板，你那个店加盟到底是怎么搞的？哥几个都琢磨着也想搞一个试试，不知道有什么要求限制没？哎呀，其实也没啥限制，核心就2点。第一嘛，就是面的品质，一定要和总店看齐，不能砸了石威天的招牌啊。第二呢，最好啊不要在同一个区域去开，要向外扩张，这样的话就避免自己人搞自己人了嘛。哈，我知道了。李阳，你别看明远他们几个家里的条件还行啊，
但都不是能在体制内安稳待着的性子。让他们出去闯吧，家里人又不放心。哎，而你这个十为添加盟啊，是个正经的路子，那挣钱挣的是明明白白。十为添加盟啊，是个正经的路子，那挣钱挣的是明明白白。刘大爷这是在给我透底啊，他是在为了那几个朋友的孩子铺路啊。我能在宜城站稳脚跟，刘玉坤的帮助至关重要，刘大爷的人情我不能不认。几位哥哥放心，刘大爷的意思我心里明白啊。几位哥哥要加盟，我大力支持，肯定手把手的带着几个哥哥把钱给赚了，让大家的家人都放心。好好，我就知道你是个靠谱的年轻人。以后啊，别叫大爷了，叫我刘伯伯好了。哎，你看，他们喊我叔，你喊我爷，这都串辈儿了。好嘞，刘伯伯。哎，来，喝一个。好香啊！这家面真香。哎，真是怪事儿了，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个十为天啊？可不是嘛，我跟你说啊，东街那边也开了一家。邪乎！前2天我还在火车站那边瞅见一家一模一样的招牌。你看那些人吃了那么满足劲儿，这面肯定好吃啊，就是这价格贵了点儿。老板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家店跟火车站那家是不是同一家人开的呀？绝对是一家店，我们2家都是总店的加盟店，味道呀保证一模一样。加盟店？啥是加盟店？乖乖啊，你瞅瞅这生意，太火爆了。你说的对，老张，咱们改天去总店打听打听。你说说，这么多加盟店，这得卖多少碗面，挣多少钱啊？大哥，现在店里的生意是不是越来越好了？哎，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我是听同学们讨论的，说是咱们那个面馆的名头已经火爆全城了。那可不是呀，光是投奔咱来的亲戚呀，就在这开了10多家分店呢。大哥，你也太厉害了。哎，还行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好路过，要不陪我一块儿散会儿步？行。妈，那我出去走走了。哎，好嘞，注意安全啊。好。爸妈，大哥是不是谈恋爱了呀？我不是有意的。没事儿。啊，天太晚了，这风还挺大的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，别着凉了。好。走吧。一碗面带来的经济奇迹，本土餐饮品牌十为天的崛起之路。哥，你上报纸了！哥，你上报纸了！而且这上面还说电视台要来采访你呢。等会儿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刚才说电视台一会儿来采访我？对，明明白白写着呢。前世的时候，虽然我也是开了几家连锁店，也没被电视台采访过啊。杨子，别紧张，这是好事儿啊！我不仅哥来了。您就是李阳先生吗？对，是我。我是市电视台的记者，想来采访您一下。您在短短的1年时间内白手起家，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还带动家乡不少人致富。您在创业之初是如何设计未来发展计划的？您的经营理念又是怎么样的？是这样的，我在创业初期就想着要开一家以食品质量为最高追求的饭店。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。好的，李阳先生。李阳先生是在变革时代，凭借智慧、努力、汗水，抓住机遇，改变命运的一个鲜活标本。他为李阳的餐饮行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他
就是我们的学习标杆。好，大哥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对呀，现在大街小巷都知道大哥的名字了。那可不，你大哥呀，从小就懂事。之前呐，他说去城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行。不过也快到腊月了，是时候回去看一下了。俺了个乖乖，这是真发大财了呀！你看那不贱民吗？你看，这还是那副怯生生的样子吗？这皮鞋亮的，这背挺的，这可都是只跟着杨子出去了半年而已啊！爹，我当初都说杨哥赚钱了，还不让我跟着他一起去。你看人家现在穿的，这得赚多少钱啊！爷爷，福远爷回来了。福远爷，这钱啊，您拿着，用于修缮咱们李家的祠堂，或者谁家有急用啊，您看着安排。好好好。孩子，咱们李家有你，是咱李家的福气呀！你是真用心。没事儿，杨子，哎，你看看过完年我能跟你去城里不？对呀，看他们跟着你多赚钱，你也太有本事了，杨子。嗨，当然可以了。等稍微晚点啊，咱们再慢慢说。好，好，走吧，咱回家说。好啊，好，走走走。这几天真像梦一样。哎，爸妈，咱哪年过春节？哎，受这样的尊重，每个人都来我们家过来给我们拜年。这村里几个长辈都来找杨子了，我看这一代李家领头人就是杨子了吧？妈，该说不说，李家领头人必须是我哥。哥，你咋不说话呀？没啥，就是在想塑料包装厂扩大产能，还要时刻关注市场的动态，提防竞争对手。哎呀，我今天就得回去，提前做好准备。哥，你这现在想的也太细了，进步太大了。哥，好好跟你哥哥学学。知道了。哎，我说，要接手连锁店的运营，必须要来见一下他。明白。哎，到了，走。刘伯，嘿呀，杨子，来，快进来。哎，刘伯，哎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一会儿有事儿还得先走呢。啊，有事儿啊？啊，这么忙？哎呀，刘伯是这样的，我打算以后啊，把具体的经营啊，逐步放手，交给我堂哥全负责。嗨，哎，杨子，你这甩手掌柜当得够快的啊！没有，不过史威天的面馆这么红火，你不盯着，你又捣鼓什么东西了？啥事都逃不过刘伯您的法眼啊！我确实啊，在琢磨新的东西了，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展，等有头目了，我第一个联系您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没问题，那刘伯我们就先走了，好，您先忙，忙正事儿，回见。好嘞，走了，刘伯。趁会儿来坐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杨子，石威天的生意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脱手啊？你想干啥呀？我呀，准备做饮料。什么？饮料？这饮料的市场这么差，市面上的饮料这么少，还是做饭馆来得踏实啊。文哥，这一碗面啊，能喂饱一方人，但是啊，喂不饱我的野心。行，我就听你的。你呀，太小看饮料市场了。我敢说，这是一条未来几十年真正的波澜壮阔，能够诞生商业巨头的赛道。明白。杨子，市面上所有的饮料我基本上都已经收集过来了。这款橘子汽水是本地目前最热销的，全是人工香精的味儿啊！是啊，这些口感喝起来十分酸涩，所以我才说饮料市场没有那么大的机会。不，恰恰相反，这才是巨大的空白。行，那我再去找找。辛苦了，文哥。空间水，出！
哎，杨子，你不会一晚上没回去睡觉吧？文哥来的正好，赶快尝一尝我新调配的饮料。哎呀，你不是想说一个晚上你就研发出了一款新的饮料吧？哎呀，快尝尝，咋样？这饮料也太好喝了吧！口感十足，果味香甜，回味无穷。关键是，喝完之后，感觉全身的疲惫都没有了。杨子，这是你一晚上研究出来的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没什么，你满意我就放心了。那是肯定的。这款饮料要是未来可以投入到工业生产当中，那效果简直不敢想象啊！融入市场，这对我来说不是难事。问题在于如何不暴露空间水的情况下做出饮料。看来必须要找到一个理由来掩饰生产配方。我们这款饮料啊，未来的群体用户就是年轻人，他们是将来消费的主力军。好，那这款饮料你准备叫什么名字？名字嘛，这是得好好想一想，一定要够响亮，而且有冲击力，够直接。名字就叫名字就叫这个超级能量。哎，没有学过设计，怎么画都感觉差点意思。哟，李老板。哎，李老板又在捣鼓什么新玩意儿呢？我在想做一款饮料，一个市面上没有的饮料。你，李老板，这不会是你画的饮料瓶吧？这个，我画画这个，我承认我确实画的不太好，有点丑。要不我来试试？要不我来试试？啊，来，给你试试。这个设计，这画跟后世那些爆款饮料瓶子几乎没什么两样。这个呢？你觉得怎么样？简直太完美了，张姐，你简直就是我的福星啊！来，张大设计师，你赶紧品鉴品鉴我自制的那饮料，给点意见。好。这是你做的啊！天哪，这也太好喝了！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饮料。好喝吧？好喝。哎呀，可惜遇到了一个问题，我想要把这个饮料扩大产能，然后把它变成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的话，现在缺少一个大的厂房和一个高效的产能设备。厂房和生产线的事情，你先不用着急，或许我能帮你打听打听。真的？我现在就帮你问问。好嘞。好，再见了，李老板。拜拜。把这个倒进去，把这个再加进去，把这个配好。李阳，哎，快带着你的宝贝跟我出去一趟。好，是找到饮料厂了吗？对，找了个小饮料厂。行，文哥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你帮我守一下店。去吧。哎，稍等一下，不会耽误事儿的啊。哎，好。走。我有一个族叔，他叫张建设，他包了一个饮料厂，一直都没有什么新产品，我就和他提到了你。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凑一块试试，不过能不能谈成，还是要看你们自己。明白，谢谢啊，张琴。走吧，就在前面。走。哎，秦丫头，你来了。叔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李阳。这么年轻，秦丫头不会是被骗了吧？
啊，坐坐坐啊，谢了。张厂长，说再多也不如尝一尝，这是我研发的样品，你尝尝味道。这连个标签都没有，哪生产的呀？叔，你快尝尝嘛，这是李阳弄的，肯定不错。啊，你快尝尝，我都喝过了，真的很不错的。哎，好好好。怎么样？这味道啊，真不错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咋做的？要不配方卖给我？张厂长，这个配方啊，是我的心血，不卖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们可以谈合作嘛，或者说您不想做了，直接卖给我也可以。那要是合作的话，哎，你仔细说说。合作简单，合作就是我出配方嘛，以及新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指导，您呢出厂房、设备，让您占20%的股份。什么？2成股份？你就拿一个破配方？要我80%股份？我这些年辛辛苦苦建了厂房，还有这些设备，上下打点人情，在你眼里就值2成？您要是对分成不满意的话，那您也可以选择一次性的把厂子卖给我，这样您也一身轻松，所有的东西全部归我，我给您出8万块。打发叫花子呢？给8万卖厂？哎呀，我这些年忙前忙后的，最后1分也捞不着。张厂长，这账啊不是那么算的。您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配方可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货色，就我这款饮料，一旦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肯定能把饮料界全部炸翻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80%股份确实太多了。那您知道，那就更加应该明白了。我这个饮料啊，一旦拿出去，找任何一家经营不下去的饮料厂去谈合作，我要90%，他们都会抢破头。卖场才8万，确实太少了。哎呀，您看看，您这个厂子设备老，生产力落后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。这样，再加一点，就1点也行。不能，8万块钱，我也是看在张琴的面子上才出的。您这场要给别人，愿意出6万块，那都已经是别人发善心了。那合作的事儿再商量呗。哎呀，行吧，这样我再退一步，我占7.5%的股，然后我再拿出2万块钱的现金，用于厂房的重新建设，您看如何？行，7.5%就7.5%，但是那2万块钱我要先拿1万发工资。没问题。好，来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张厂长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啊，你一定会庆幸今天做出的决定。好，来。李老板，我可真佩服你，这才几天，你把厂子收拾得焕然一新。这2天啊，我尽听工人说了，说他们都很佩服你，说你有魄力，有手段。这都没什么。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我们厂里的一些设备，修修补补啊，倒是也能用，但稍微一加产能，立马就罢工了。是，之前我也想换新设备，可厂里确实没钱。李阳，听说你小子搞了个大动作呀，把清泉饮料厂盘下来了。哎呀，您怎么来了？来，快坐。我这个当伯伯的，听说你搞了个新厂子，能不来捧场吗？哎，刘伯，来尝尝，这是我刚捣鼓出来的，您给尝尝先。哦，怎么样？这味道，绝呀！亮，你小子这饮料真带劲儿。我说你小子，你脑子里装这么多好的东西，怎么不和我通个气儿啊？
这不是还没做成吗？哪敢跟您说呀？你是怕麻烦我这个当伯伯的，还是怎么着啊？在这市里啊，就属我门清。你瞅瞅你盘叶的厂子，都破出什么样了？我跟你说啊，玉泉那边有个好的厂子。您说的是那个玉泉饮料厂对吧？对，那可是国营的厂子，我哪能吃得下呀？是我没考虑到，你小子说的有理。不过，刘伯伯，您路子广，人脉熟，您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玉泉饮料厂那边，我能不能只要玉泉厂的设备，厂子咱不要？你想得美！光想要肉，连汤也不给人家厂子聊，人家凭啥给你啊？除非你让市里看到你做出来实实在在的效益，到那个时候或许还有的谈。您的意思是？我那边有点关系啊，在供销社那边，你要是需要，我可以帮你跑跑。刘伯这是要拿人情来投资啊，可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这和引狼入室有什么区别？刘伯，这个事儿呢，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，考虑好了我再给您答复啊。行，年轻人是该好好考虑考虑。我老刘做事儿讲规矩，你小子吃不了亏的。明白，我走了。慢走啊，刘伯。借着刘玉坤的事，确实能省去无数麻烦，但这需要利益交换。到时候超级能量如果爆发出了惊人利润，刘玉坤嘴里的规矩又能剩下几分？张叔，生产上的事儿你还得多上上心啊，赶快把第一批货做出来。如果塑料瓶的技术不成熟的话，我们就用玻璃瓶来代替。好，没问题。李老板，咱们成了呀！这饮料卖得好，对吧？李老板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现在市场反应究竟有多热烈。喂，李老板在吗？哎，对，你好，你好。上次那个黄色那个饮料还有没有？就是叫超级能量那个。哦，有，你那10箱全卖完了。对呀，啥时候再来送货呀？再给我来10箱。行，那我今天就给你送过去，你看合适吗？好嘞。行，那你等着啊。你好，是李老板不？我们城关供销社的。你们进了20箱也卖完了？对，那20箱根本不够卖，太抢手了，赶紧再送20箱，再送50箱过来，一定要快点。行，没问题，你等着，一会儿就送过去。好嘞。成了，扩大产能，抢占市场。李阳，张叔，张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。李老板，我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事儿。行。李阳，我可听我叔说了，你这饮料刚开始卖，销量还不错呢。刚起步，还可以。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？那我要是不来，你这个大忙人可想不起来我了。哪有啊，这不是刚起步吗？厂子里面千头万绪的，实在是太忙了。等我理顺了，一定请你吃饭。这还差不多。知道你忙，我就顺路过来看看你。对了，李阳，我上次帮你设计那个新瓶子，怎么没用上啊？你看到我们研发的新产品了吗？说实话，你设计的那个瓶身啊，我非常的喜欢。只不过我对它有更长远的计划。说说看。等我们这个产品啊迈向全国以后，你那个设计的瓶身就是我们的形象标识。我懂了。还是你想的比较周全，看得比我远。还是我瞎操心了。哪有，你也是为厂子着想的，对吧？再说了，这厂子也有你叔一部分，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尽管提，我脑子也不是万能的。那我要是真提了，你可不能生气啊。我哪有那么小气啊？
你看你说的。我听我叔说，这新的饮料在厂里已经卖疯了，到底啥情况？你说说看呗。确实是供不应求，超出预期的，卖得太火爆了。每天市场上催货的那些电话，能把厂里那老总机打得冒烟儿。关键是我们厂子现在产能不行，跟不上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看你最近啊，忙得跟陀螺一样。这周末你总得歇歇吧？晚上陪我看个电影啊？好啊，我刚好想找点事儿放松放松。好，那这么说定了，晚上我去找你。行，没问题。那我也不耽误你这个大老板了。这瓶饮料我先带回去。带回去吧。再给你拿瓶新的，给叔叔阿姨尝一下。好。晴晴，回来了，这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当然是好东西啊！来，你们快尝尝。汽水，我和你妈从不喝这玩意儿。就是呀，这玩意儿喝了胀肚子啊！哎呀，爸妈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汽水，来，快尝尝。这味道还真挺特别啊，喝下去身上还轻快点。真的那么好喝吗？我尝尝。哎呀，这味道确实是好喝。这该不会是开面馆那小子跟张建设弄出来的吧？什么开面馆的小子？张建设又是哪个？还有哪个？就是你那个族弟，就是你当初非让人家接下清泉饮料厂。你忘了？后来厂子倒闭了，有2年都没来过咱家。爸，我妈说的对，你当时把别人一把推进去，你总不能等别人好不容易爬起来，不帮衬一把吧？是该帮一把。哎，对了，开面馆的小伙子又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你女儿去。爸妈，那个开面馆的小伙子，他叫李阳，他开了面馆后生意特别好，而且还开了个连锁加盟店，好多人加盟他的面馆呢。等等，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叫做史威天？我好像在报纸上看过，他这个小伙子挺可以的，挺有想法，挺能干的，这不是上报纸了？对，前段时间也是他跟建设叔叔合作，盘活了整个清泉厂，这个饮料配方也是他给的。能搞出这种饮料，这小子挺可以的。对呀，爸，我也这么觉得，而且我跟他认识很久了，我可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农村普通青年，现在一步一步把生意越做越大了。这小子挺有本事啊。有本事是有本事，你看你闺女的眼神，8成是看上人家了。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伙子，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的。哎呦，爸。小李啊，你帮我查一下，高阳区有一个史威天面馆，查一下它的具体情况，尤其是老板的背景。还有，清泉厂最近的销售业务，你整理一下，然后发给我。李老板，现在我们简直是抢钱啊！订单电话都打爆了，现在工人啊3班倒，都赶不上生产了。张叔，你再想想，哪里有轻一点的饮料生产线？我有关系的几个工厂都没新机器，不过，哎呀，张叔，你跟我还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我想到一个地方，但是呢，我要试一试，现在也不好说。行。哎，建设，快坐快坐。我这次来是来求援的。你现在是厂子机器跟不上，送上门的钱挣不着，你就想把玉泉厂的那条生产线买下来。对，所以志国哥能不能帮我这一次？直接买设备是不合规矩啊。不过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。这2天我也了解过你们清泉厂的情况，销售确实猛，
市场认可度也高，你可以贷款把玉泉厂承包下来。贷款啊，那压力太大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厂现在贷款还没还完呢。那这样，你合作的那个年轻人叫李阳是吧？哎，对，叫李阳。我想见见他。行，没问题，我回去给他说说。正好今天中午没事，就约中午了。好。张叔，怎么了？您这脸色……有个市里的领导想见你。市领导？谁呀？他见我干嘛？他就是张晴他爸，也就是我族兄，在市府招待所。啊，你可别迟到啊！行，放心吧，不会迟到。您好，请问是张市长吗？我是张志国，你是李阳同志吧？哎，对对对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谢谢。小李同志啊，不用紧张。我听张叔叔说，厂子那边您有办法是吧？先不说这个，我想问一下你家里的情况。啊？哦，我有一个弟弟，还有2个妹妹，然后父母都是务农的。你大概情况我也了解，跟你说的差不多。超级能量的饮料我喝过了，味道不错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啊，设备太老旧了，产能严重跟不上。你知道市里还有一家饮料厂，玉泉饮料厂，你知道吧？听说过。玉泉厂呢，比清泉厂要新一些，规模也更大，但是经营不善，已经停工大半年了。你有没有胆子把玉泉厂也接下来？张市长，我想具体了解一下玉泉厂的具体情况，他的债务有多少？是欠银行钱还是欠供应商的钱？他的在职员工是多少？以及还有没有产权方面的遗留问题？这小子面对这么大的机会，没有头脑发热，反而如此谨慎，是个好苗子呀。那我就从玉泉厂债务的规模开始给你讲吧。他们大概的情况是这样，然后大概情况呢就是这样。但是按照规定来说，国营厂的转私营的话是需要公开竞标的，可这些年根本没人敢来竞标，现在反而成了市里的一个大难题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看来这玉泉厂在别人看来就是烫手山芋，可对我来说完全不是。我有空间水的优势，不过这机会太大了，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规划，不能急。张市长，大概情况我了解了，我回去仔细考虑一下，然后再给您答复，您看可以吗？那行，那先吃饭。等吃完饭考虑好了再来找我。好嘞。张叔，如何？有机会。张叔，我现在急需知道我能调动所有资金数额是多少，去把会计王叔叫过来，我有话问他。没问题。李老板，王叔啊，急事儿，你帮我盘一下账，算一下咱们厂账上还有仓库里能调动的货款，除去工资和物料，看看还有多少货钱。这还有几家赊账的大客户，这一时半会儿算不出来。没事儿，不着急，慢慢算，给我个大概数就行。好。想要学好管理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哎，你们这是？大哥，你回来了。这几天你不是要带我去厂里参观吗？我呀，这2天就带李明学习管理，他进步很快。李文，你跟我透个底，现在咱们石维天公司账上有多少钱是能动的？除去工资还有备用金，你算一下，抽出来还剩多少？咱们现在加盟店一共238家，覆盖了本市下属区县，还有周边的3个市。加盟费加上料钱，除去备用金的话，我们大概还有100万。100万？我们挣这么多？哥，怪不得你要搞什么加盟。那如果再加上备用金，我们现在手里应该是……你别激动，保证金47万是动不了的，那是加盟商的钱，毕竟还是要还的啊。也就是说，能动的只有100万。哥，我只是想一下，这也太多了，比较兴奋而已。清泉厂那边也差不多了，我要赶紧回去。哎哥，大妹小妹今天早上都问你来着，说你天天早出晚归，今天晚上你回家吃饭不？回，
今天晚上一定回去吃饭。哦，100万加上清泉厂那边，不知道够不够撬动玉泉厂了。王叔，算出来了吗？盘清了，抛去下月工资和料钱，剩下的几个月的贷款利息，现在基本上能抽调出50万。还行，和我想的差不多。石维天那边大概是100万，这里是50万，加起来差不多是150万，应该可以拿下玉泉厂。好的，王叔，辛苦你了。我回来了。哥，你这孩子天天忙到我们都吃过饭了，你才回来。你要吃点啥，妈再给你做。不用妈，我都吃过了。那你吃的啥呀？我还能吃啥？面条呗。我都好久没和你一起吃饭了。就是，我们早上起来你都走了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才回来。哥这段时间确实忙，哥后面尽量，好吧？啊，杨子，哎，我听你弟说你要把玉泉厂盘下来，那个厂子我听说可不简单呐，你能行吗？还听李明说你那个食品厂现在赚了100万。100万！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哪有那么玄乎？那个玉泉厂确实有些复杂，但机会还是有的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咱家自己的事，我打算给咱家盖个大房子。咱们盖？真的吗？真的要盖房子吗？对啊，我找人啊打听打听，房子这事儿啊，指定没跑。哎呦，行，给清泉厂李阳打电话，标书得准备了。好的，领导。经评委委员会严格公正评定，清泉饮料厂中标。你厂子也安定了，有什么规划吗？张市长，我的目标呢是把超级能量卖往全国，让它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。为此，我打算打造一个现代化的生产基地，用塑料瓶来代替玻璃瓶。塑料瓶？对，不仅如此，我们一个大型饮料厂的建立，带动的绝对不仅仅是自身，它可以间接或者直接带动10万人的就业。10万人？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市场，但不妨碍我们先有这个目标嘛。梁同志，你的想法很大胆，也很有魄力。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你说的这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这个我明白。行，只要你在市里站稳脚跟，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，我们市里一定会全力支持你。好，我一定不会辜负领导的期望。慢走啊，张市长。哎，李文，来，通知公司所有中层以上领导，明天上午会议室开会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爸，怎么了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我想跟李阳出去闯荡一番。我现在毕业了，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做。行，那你就去吧。等你什么时候累了再回来。谢谢爸。同志们，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次会议的重点和咱们厂未来的规划。一个大型饮料厂的建立，不仅仅带动的是企业本身，我们现在有能力了，也要帮助宜城发展经济，解决就业。现在我们厂收益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，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这些。对，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建立配套的厂房，比如水处理厂、食品添加剂厂，还有塑料瓶生产厂。这些配套产业的出现，不仅仅是有更广的市场，当然这只是第一步。这还只是第一步啊！对，这蓝图该有多大呀？希望这一步我们走得又稳又好。肯定又稳又好。咱们的东西啊，在市场上都是顶呱呱。而且市场反响都很好。别的事儿啊，
我不在行，但抓生产你放心好了。管理方面交给我。好，今天公司的会议就到此结束。会上说的规划，大家要开始行动起来了。好。一场更大的战役开始了。